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有点沉重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那就是我们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那曾经闪耀的中国梦，如今似乎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埃，渐渐模糊了轮廓，仿佛海市蜃楼般，越来越遥不可及。想想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那是多么辉煌的篇章啊！超过8亿同胞挣脱了贫困的枷锁，中国的中产阶级也从无到有，膨胀到令人惊叹的4亿之众。无数乡村的孩子涌向了城市，千万家庭里都出了第一代大学生，那份希望的光芒曾是如此耀眼，如此振奋人心。可是啊，亲爱的朋友们，潮水总有退去的时候。如今我们的经济增长脚步明显放缓了，工资收入像是被施了魔法，停滞不前，而那些曾被我们视为生命线的就业机会，也正像沙漏里的细沙，一点点从指缝间溜走。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出身普通、没有什么显赫背景的普通人来说，那向上流动的希望就好像被狠狠地撕裂了，破碎一地。我常常在想，对于鲍里斯高这样的年轻人，那份曾经触手可及的中国梦，现在却像断了线的风筝，高高挂在天上，无论怎么努力都够不着。他的父母当年也是国有工厂的工人，后来双双下岗，父亲靠开出租车勉强维持生计，母亲则在家中精打细算，1分钱掰成2瓣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甚至能想象到，为了省下那一点点短信费，他妈妈不得不取消了学校的短信通知服务，导致年幼的鲍里斯错过了多少重要的家庭作业和学校活动通知。那份无声的牺牲，想起来就让人心酸。可就是这样，鲍里斯高愣是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拼命学习。2016年大学毕业后，他更是勤奋的像个上了发条的机器，一边工作一边积极存钱，硬是去了香港读研究生。可谁能想到，从2024年开始，他的求职之路简直是一波三折，充满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有公司让他试用期无偿工作，简直是赤裸裸的剥削。另一份工作做了2个月，竟然连工资都拿不到，气得他直接辞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还有公司以他在中国大陆以外接受教育为由，怀疑他政治上不可靠，直接拒绝了他。更让人寒心的是，一次面试中，面试官竟然直接问起他父母的职业。这在中国虽不罕见，但听到那句冰冷的评价，你的家庭社会地位很低，然后眼睁睁看着工作机会从眼前溜走，那种滋味简直是五味杂陈。鲍里斯高无奈地说，对那些有特权的人来说，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坚持不懈反而成了一种缺陷，好像你必须拼命奋斗，就意味着你天生不够好。这简直是颠覆了我们从小接受的所有价值观啊！努力难道不应该被褒奖吗？这份对不平等的焦虑，就像一股暗流，正在我们社会深处汹涌澎湃。那些特权家庭的孩子，他们不仅继承了父辈的财富，更像是天生就拥有了通往声望工作和强大关系网的通行证。而我们这些工人、农民的孩子，无论你多么努力，读了多少书，拿了多高的文凭，在他们面前，那道无形的壁垒总是那么难以逾越，想要真正的突破，难于登天。虽然我知道这种现象在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也存在，可在中国，它带来的后果却更加严重，因为我们整体的生活水平相对更低，社会保障体系也显得格外脆弱，任何一次挫折都可能把一个家庭彻底击垮。所以啊，在我们的网络世界里，这种幻灭感常常以一种带着辛辣讽刺的方式被表达出来。什么拼爹啊，这简直是对裙带关系最尖刻的嘲讽，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人成功靠的根本不是才华和努力，而是那个站在他们背后的爹。还有那句县城婆罗门，更是把那些通过垄断关系和工作，在小城镇里形成精英阶层的现象讽刺得淋漓尽致。
这背后是无数普通人心中的不甘与愤怒。还记得最近那个实习医生和医生发生婚外情，结果被牵扯出资质问题的事件吗？当时网络上简直炸开了锅，大家扒出他的父亲是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母亲是大学高级官员，这背后的特权光环简直是耀眼的刺痛了所有人的眼睛。虽然最后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了，但这场网络争论却像一把火，彻底点燃了大家心中对社会不公的怒火。在这个年代，家庭关系而不是真正的价值和能力才是晋升的关键，这让我们这些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情何以堪？连官方小报《环球时报》的退休主编胡锡进都忍不住发声，说在当前优质教育资源竞争激烈，毕业后工作难找的背景下，公平简直是实现社会情绪平稳的关键事项。他这话说得多在理啊！是啊，我们渴求的就是那一份公平啊！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种转变，我前段时间向我的观众们发出了一个邀请，请大家给我写信，聊聊他们从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努力向上发展的经历。所有的回复都来自男性，我从中采访了5位，他们的年龄从25岁到49岁不等。为了他们的安全考虑，我在这里只能用他们的姓氏或者英文名，毕竟有些话说出来还是需要勇气的。这5位受访者中，年龄最大的2位甚至没有上过大学，但他们却幸运地搭上了本世纪初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顺风车。当时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吃苦就能抓住机会。可现在呢，他们却开始担心自己会重新跌回起点，那份不安就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压在心头。其中1位要求我只透露他姓赵，他高中辍学后为了生计成了一名煤矿工人，3年的时间啊，他在那黑暗、冰冷、潮湿的矿井里，每天轮班工作8小时，与世隔绝。后来他鼓起勇气搬到了北京，做过一段时间的电影临时演员，体验过光鲜亮丽的假象。直到2014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他抓住了机会，投身房地产行业。虽然每月5000元的工资和当年在矿上挣得差不多，但他却心满意足地说，我终于可以看到太阳了，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这份对阳光的渴望，想想都让人动容。2017年，他成了抵押贷款经纪人，收入更是翻了好几倍。2020年最巅峰的1个月，他甚至赚了将近10万元。他结婚了，买了车，生活似乎迎来了高光时刻。那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仿佛就在眼前。然而命运就是这么喜欢开玩笑，接着房地产市场轰然倒塌，一切繁华都成了过眼云烟。去年赵先生几乎没有任何收入，颗粒无收。他曾无数次的挣扎，考虑过要不要再回到那个黑暗的矿井，但一想到那个冰冷的世界，他的内心就充满了厌恶。现在38岁的赵先生和妻子只能靠他每月3500元的微薄工资度日，生孩子那简直是遥不可及的奢侈。他无奈地感慨，我进退两难，更好的生活遥不可及，我又不能落到重新开始的地步，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那种无助感简直要溢出屏幕了。而我采访的3位90后年轻人，他们都自嘲为小镇做题家，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的词啊，用来形容那些曾经坚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能够提升社会地位的奋斗者们。他们从农村和工人阶级家庭走出，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和考上大学，成功的超越了父母的社会阶层。可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像是被一道无形的墙壁牢牢地挡在了精英网络之外，最终只能从事着那些没有多少前途、一眼望到头的工作。这份梦想的破碎，比贫困更令人心碎。这3位年轻人无一例外的都感受到了那份出身的局限，其中有2人甚至因为学费问题不得不放弃了外国名校的入学资格，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另一个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多么令人惋惜啊！他们都回忆说，
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很少能顾及到他们的教育，能让他们吃饱穿暖，不被欺负，就已经是父母最大的努力了。他们的教育经历和那些中国中上层家庭的孩子们简直是天壤之别。那些父母啊，焦虑的把孩子送去各种数学、计算机、钢琴、英语辅导班，生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份教育的内卷已经到了何种程度？我有时会想，这些家庭在某些方面可能与美国同阶层家庭的共同点，反而比和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家庭更多。对这些小镇做题家来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反而像一面镜子，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加里良就告诉我，他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多在工厂里辛勤劳作，可到了中学，身边的同学父母却大多变成了白领，甚至有同学家里竟然有英语外教，这简直是两个平行世界。当他考入中国中部的一所名牌大学时，这种反差更是强烈的，让他心生震撼。他有一个室友的父亲是地方党委书记，另一个室友的父亲则是一所大学的院长，他们的身份背景简直是自带光环。当室友们呼朋唤友去饭馆大吃大喝时，加里良只能靠大学食堂的伙食勉强度日，偶尔给高中生做家教赚点零花钱，才能维持生计。那时候他还不明白室友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在学校里建立各种关系网，他觉得那不是浪费时间吗？这很不公平。现在正在日本攻读博士学位的加里良，语气里充满了无奈和一丝痛楚。你付出了如此多的努力，然后你却突然意识到，有些事情对于别人来说是多么的轻而易举，或者说对他们来说根本就没有那么难。是啊，那份努力后的幻灭才是最扎心的。大家都知道，在中国进入国有企业，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晋升之路啊！因为它意味着稳定，意味着精英的地位，意味着一眼可见的康庄大道。可要实现这个目标，往往需要的不是你的才华，而是你背后合适的关系。这简直是公开的秘密。约西堂，一名农村出身的理科毕业生，曾经梦想着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摆脱科技行业那种高强度、高压力的996工作文化。他父亲是一名体力劳动者，曾经开过一家小公司。为了儿子的前途，他甚至放下身段，请村里的亲戚帮忙，希望能在银行给儿子找一份工作。约西堂为此提交了2份申请，可结果呢，连一次面试机会都没有得到。那份挫败感是多么的沉重。后来他又回到了科技行业。约西堂告诉我，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国有企业的工作偶尔还会流向他这种家庭背景的人，可现在他说他们已经被视为最安全的选择，所以他们只能在同一个阶层中流动。他们被囤积起来，不对外分享，就像一道厚重的城墙，把我们这些普通人彻底挡在了外面。亲爱的朋友们，当我们审视这些真实的故事，这份关于中国梦的幻灭感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情绪。它并非简单的抱怨，而是对公平正义的深切渴望，对奋斗价值的重新审视。这些个体经历汇聚成了一幅触目惊心的社会图景，告诉我们，那曾经被无数人视为人生指南的努力就能成功，在某些语境下可能已经不再是金科玉律。它迫使我们去思考，一个社会如果过度依赖出身和关系，而不重视能力和奋斗，那么它将如何激发普通民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一个国家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我深信，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健康、公平的未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我的这些思考也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启发。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记得留言告诉我。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胖僧，谢谢大家。